双座型歼20S新年首飞，已经换装了空军的现役涂装。中国是否将率先列装4.5代战斗机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我们刚刚进入2022年，有网友就发现双座型的歼20S战机已经换上了空军现役涂装来进行试飞了。这意味着整个研制进度非常顺利、非常快，或许在年内就有可能小批量的试产。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网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圈个有用，歼20S将是全球唯一的一款5.5代战斗机，我们中国称为4.5代。那么隐形战斗机以中程僚机的组合，似乎呢是4.5代战斗机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是很多专家所提出的一个观点。那么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呢？如果这一理论成立，是否就意味着中国未来将大量列装无人作战飞机呢？今天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知道，所有的第4代隐身战斗机现在都是单座的，但是为这些隐身战斗机所匹配的隐身中程僚机，一些大国呢已经在开发。那么怎么来控制这些中程僚机，就是一个大的问题了。由单座飞行员驾驶隐身战机，同时控制2架、4架甚至更多的中程僚机，他忙得过来吗？这是人们遇到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隐身僚机的概念呢，已经提出了好几年，但是到目前为止，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把隐身的中程僚机开发成功，然后和隐身战机协调配合，进行相应的模拟训练。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似乎表明，中程僚机有可能是第4代的隐身战斗机的最佳拍档。那么这个拍档是需要有人管控的，一个飞行员管不过来，那么是不是再增加一个飞行员？这就是双座隐身战机提出了一个前提。实际上，中程僚机搭配隐身战机这样的理论，欧洲的几个国家已经在提前布局了。比如说，法国和德国联合开发的所谓第6代战斗机，英国自主开发的暴风雨第6代战斗机。当然，他们所说的第6代是我们讲的第5代。那么这些第5代战斗机和我们目前见到的在试飞或者是已经列装的第4代战斗机有什么多大区别呢？从外观上看，区别不大，因为都采用的是隐身外形设计 V 字形的双立尾。只不过欧洲的这2方案呢，采用的是无尾式气动布局，而美国的 F-22、F-35，俄罗斯的Su-57采用的是后尾式气动布局，中国的歼20采用的是压式气动布局，而中国的 FJ-31采用的也是后尾式气动布局。那么这3种类型的气动布局，可以说我们在第3代战斗机上见的比较多，各有各的优缺点。无尾式气动布局外形比较干净，适合高空高速飞行，而且呢隐身效果比较好，因为它少一个翼面嘛。但是它起降性能相对来讲要比较差，中低空的机动性能也不是很理想。而压气动布局这个由于可以获得较大的涡升力，因此它的起降性能也好，机动性能也好，都可以大幅度的得到改善。那么后尾式气动布局呢，是过去和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一种布局形式，因此很难讲谁更占优。基本上它们在外形上都处于同一水平，处于同一阶段。关键的变化可能是在机内，一个发动机。欧洲国家所搞的所谓6代机的动力系统，现在没见到影子呢。到底是个什么水平？推动比10还是推动比12？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搞出来。而现在的第4代战斗机的发动机的推动比，基本上都要求能够达到10，甚至超过10这么一个水平。如果欧洲国家这2款所谓的第6代战斗机的动力系统还没有第4代隐身战机的发动机好，你凭什么讲要比人高1代？因此说不通。那么唯一有创新的就是欧洲这2款战机都号称能够控制无人机机群，也就是未来的中程僚机。但是这2款飞机都采用的是单座的设计。那么由1名飞行员是否能够管控天上多架中程僚机呢？这个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因为现在还没有人真正的进行
这方面的试飞和试验。俄罗斯搞过一个模拟伴飞，但是它离配合作战还远着呢。因此，现在有人提出来，必须搞双座的隐身战机，由后座的飞行员对空中的分布在不同高度位置的无人战机实施有效的控制。这是歼20 S 型战机研发的初衷，中国在这方面领着先。因此，我们是不是由于搞出了歼20 S 双座隐身战机，从而领先了其他国家半代呢？这个说法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增加了一个功能，一名飞行员又要驾驶自己的飞机，又要控制其他的战机，可以说勉为其难。现在还没有实践来证明由一名飞行员控制多架飞机是可行的，或者是呢能够在空战中战胜对手的。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增加一名飞行员。中国在这方面领着先，因此说它是4.5代战机，我觉得是有道理的。那么欧洲国家搞的所谓6代机，还有什么新的技术我们没有掌握的吗？既然号称下一代啊，好像不多。只有英国提出了虚拟座舱的一个方案，也就是座舱里面没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显示系统、仪表、开关、按钮，飞行员戴一个虚拟头盔上去就能显示各种各样的信息。那么，但是一旦断电，或者是发生故障，这个飞机基本上就不能飞了。因此，最终英国人敢不敢把这项技术用在他所谓的第6代战斗机上，现在还真不好说。因此，从技术的角度讲，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款战机的综合技术水平或者是装备系统能够超过歼20 S 的。因此，把歼20 S 誉为4代半战机，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